他也会，愿意再爱这个世界一次。对，害羞了，东西。我觉得，Hello， 大家好。我旁边的这位是段须，我旁边这位是贺思木。这么简单就介绍完了吗？我旁边的这位是风狼居胥的胥，他叫段须。我旁边这位是万灵之主贺思木。在下不才，万灵之主。接下来有一个默契大挑战，面对记者提问及片场拍摄状况，二人写下对彼此答案的猜测，若是猜中，对方就要按下爆灯。你看对方没有默契。写完了，我们就可以翻转过来了。如果觉得自己答对了，就可以爆灯了，对吗？这个不是抢答对吗？你看到了吗？不，哎，怎么消失了 ？RO 呢，老师们？哎，我还真说老师们好，爆灯。我觉得不太对，时而会 bro， 但你说的不是 bro， 是不是？就不是。哎，不是我那个，对，其实是不是？因为我是北京人，所以说我的口头禅，这个不应该加儿化音，就是口头禅，就是有的时候就是，哎，不是，算是，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在探讨一些细节的时候，就是大家有一些灵感，然后就是说，他就会说，哎，不是，那我是怎么想的，就会这样子，然后我就会说，哎，老师，我觉得这里好像不太对吧？在片场最离不开的东西。哎，这怎么成这样？那你也是，其实对，其实咱们两个都差不多。剧本应该没有演员离得开吧？我觉得写剧本之外，写剧本之外啊。哦，已经率先爆灯答对了，看样子。暖手宝，每天要喝好多咖啡，基本上化妆的时候会喝2杯，然后有的时候热巴还会送咖啡，所以基本上每天喝的咖啡其实挺多的，所以就离不开。黑咖啡。暖手宝就是暖手宝，对，暖手宝就是那种，就是各式各样的暖手宝，有的时候可能就是，一个塑料水瓶里面灌了热水，条件比较艰苦的时候，然后有的时候就是毛茸茸的暖手宝，那种可以充电的，有的时候就是那种，就是暖宝宝，然后把它折叠在一起，然后等它热了以后。在拍哭戏的时候的习惯。就比如说，像是我的一个习惯，就是如果说今天我有很重的一场戏，那么其实从，我在知道第2天通告的时候开始，我其实就已经会让自己进入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情绪，然后话不会太多，对，然后一整天都是属于那种，可以就话很少，然后等我演完这场戏就还脱了。那场戏的内容是2个人的告别，你哭得特别的痛心，一整天。对，而且那场戏是在我们2个，我们整部戏拍摄的最后几天，所以说我们脑海里有很多的画面，比如说2个人第一次换五感，然后2个人在不同的场景去了很多的地方，看了不一样的风景，这都属于2个人的回忆。所以在拍那场戏的时候，我们2个其实都很悲伤，而且拍的过程当中我们2个也没怎么说话，直到拍完这场戏以后，其实才聊一聊对方的感受。他活着就是一个凡人，他是我的节奏人，是我的所有物。我们先进入第2关，2人互猜对方的答案并代为回答，猜中则对方需爆灯。热巴觉得段须最吸引，贺思木的是哪一场戏？我认为在前8集，其实段须有好多场戏都比较吸引贺思木，因为贺思木本身是对段须这个人物破忘剑的主人，自己的节奏人非常感兴趣的。段须假装自己被俘军营，然后对把这个从军的军营都给烧了。我觉得杀15师兄那场戏，
贺思木是在旁边天上对看着的，看到段旭搭了15以后，看到段旭那种很疯癫的状态。但我觉得最让思木内心有感触的一场戏还是换五感。一旦换了五感，其实思木就对段旭有另外的感觉，两个人有不一样的默契。飞宇觉得贺思木最吸引段旭的是哪一场戏？更喜欢的是哪个？就是我觉得对于段旭而言，他首先第一次被贺思木吸引，看这演出有一个女孩，她是垂着头的，就这个视觉冲击上，他其实就已经被吸引了。想换了五感之后，贺思木对于这个世界的热爱高于所有人。他这个将军呢，他是看尽了世间的冷暖的一个人。然后贺思木其实跟他是一样的，也是他什么都知道，但他也依然去爱这个世界。我觉得这一点他们俩是共通的，所以尤其是在看着风筝，然后去感受所有的东西，有了触感之后，他会觉得哇，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人这么热爱这个世间的一切。其实有一句内心独白，他说世界真的如此可爱。其实我觉得思木在换完五感以后，也让段旭感受了这个世界的可爱，对，感受这个世界可爱，而且重塑了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观念，他也会愿意再爱这个世界一次。对，双方性格有多少就是角色本人。了解热巴本人真实的性格之前，他和贺思木这个人物的适配度是100%，但是在了解了解之后，你说在了解之后，我觉得热巴其实本人很像思木刚刚换完五感以后的样子。那你应该说就是其实是对很多的事情都很好奇，然后对很多的事情其实也都非常的热爱。他刚说的特别对，就是很像那个换完五感，因为我是一个对什么事情都很好奇的一个人。对，我就是有什么事儿我都想要去把探究一下。对，就是有的时候是那种，比如说是很害怕的事情，但越害怕我越想知道是怎么个事儿的那种人，所以我的好奇心跟贺思木的这一点是非常像的。你在开推里面碰到很多未知的、很恐怖的，但是还是愿意试一试。对啊，然后又往前走。飞宇和段旭他们性格上有哪些相像的？我觉得就是天选的小将军。其实他是一个阳光大男孩，在现场其实很多比较能够轻松的一些氛围，其实都是他能带来的。对，但是他也会有那种段旭的那种沉稳，比如说导演，我们大家就很上头说啊，对，然后他就会说刚才那个不是，我觉得我们是不是要怎么，他就会提出他的观点，然后我们就会对哦，其实这是可以参考的，或者怎么样，我们就会去及时去调整。我觉得和没事，害羞了，对不起。我觉得你说没有，其实我自己也想过，就是我和段旭这个人物，就是以真诚待人吧。第三关，段旭和贺思木在综艺节目重逢，互不认识却倍感熟悉。两人开口说的第一句话会说什么？Don't bro me 。哎，你写啥呢？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？我会说耶，见过吗？说爷，想不到我说成一个字，就是现代人了嘛，就那个感觉嘛。飞宇为什么会用这么老辈子的搭讪方式？别看他才20出头，他其实也是老辈子。没有啊，这就是很正常的，就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呀？这个得看怎么说出来，这很老辈子吗？该怎么说？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呀？我就说这也能。不是，那你其他的问法就因为你就似曾相识，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那我们其实今天双方爆灯次数是一样的，就是大家对彼此非常的了解。真的？对。这个是。那放的图像那个
是这个吧？